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那些真正活得久的人，靠的从来不是赢。说句实在的，我见过太多人拼了命想赢，最后连牌桌都上不了。真正的高手只追求一件事，不输。你懂我意思吧？只要你不下桌，这局输了，下局还能翻回来。可你要是输光了被赶走，后面就算天上掉金条，也跟你没关系。今天这期我不跟你扯虚的，我就用一个很扎心的事实开场。赢家会倒台，不输的人永远坐在那里。听完这20分钟，你会发现那些在商场、职场、人生里走得远的人，不是运气好，他们只是把一个2500年前的古老智慧活成了本能。很多人以为那本古老的兵书是教人怎么打赢的，错大了。那本书从头到尾6000多字，没有一句话在教你赢，他教的是怎么不输赢家会倒，但不输的人能一直留在牌桌上。你不下桌，这局没赢，下局还有机会。可你如果输光了被逼离开，后面开出再好的牌也跟你没关系。这就是那本兵书跟另一本计谋书最根本的区别。另一本教你在走投无路时翻盘，那是术士险招，是最后一搏。而那本兵书教你在根本不需要走到那一步之前，就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这是规律，是你一辈子都用得上的底层逻辑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求胜，但他们从来没想明白，胜利的对面不是失败，是不败。失败是一瞬间的事，不败是一种持续的状态。只要你不败，你就永远保有机会，只要机会还在，你就没有真正输过。今天我不跟你念原文，我用7个真实的故事，从古到今，从战场到街边小店，为你拆解那本兵书最核心的5条战略思维。听完这5条，你会发现，那些走得长远的人只是把古老的智慧活成了本能。第1条，以强胜弱，不要相信以弱胜强的鬼话。那本兵书开篇讲的不是怎么打，而是能不能打。他提出7个科目，道天地将法逐一打分，分数高的赢面大，分数低的就洗洗睡。别折腾他告诉你，所有以弱胜强都是梦话，唯一可靠的胜仗是以强胜强。很多人崇拜那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，觉得那些英雄太神了。但是你仔细看，那些战役之前，胜利的一方真的弱吗？有一个枭雄，他挟持了当时的政治中心，占据政治正统，他收编了30万军队，兵力并不悬殊，他冒险出击。但冒险的前提是他掌握了对手的致命弱点，那不是以弱胜强，那是在关键局部集中了绝对优势。另一场水战也一样，胜利的一方有3万精兵，对手号称80万，实际参战的北方水军不过5、6万，而且水土不服，瘟疫横行。胜利的一方选择的战场时机战术，都是在自己的最强项，对手的最弱项的那一个点上，把拳头狠狠砸下去。让我给你讲一个更深刻的例子。战国时期有2个国家打仗，一个国家很小，另一个很大。小国的大将想出了一个计策，在一条河的岸边布阵，大河很宽，水流很急。对手来了之后，小国的大将假装败退，把对手引到河边。对手的军队刚刚渡了一半，小国的大将突然反击，把对手切成2段，大获全胜。很多人说这是以弱胜强，但是你仔细算一下，小国在战场上投入的兵力是多少？他把自己所有的精锐都压在了那个渡口，在那个特定的时间，那个特定的地点，他的兵力是对手的2倍，他不是以弱胜强，他是在局部制造了以强胜弱，这才是真相。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新成立的科技园区，很多小公司抢着做半导体封装，其中有一家小公司规模不大，资金不厚，技术也谈不上领先。那时候园区里的龙头是一家大厂，小公司的老板去拜访大客户，人家连会议室都不借，让他在大厅沙发坐了40分钟，只派一个基层主管下来收名片。这种屈辱谁受得了？但这位老板没有赌气，没有把钱砸去跟大厂硬拼，他做了一张表格，把大厂和自己的优势劣势一条一条列出来。大厂强在哪里？规模大，产能足，客户信任度高。弱在哪里？大公司僵化，定制化能力差。小单子不接，小公司强在哪里？灵活反应。他没有考虑怎么打败大厂的强项，而是想在大厂的弱项上建立起自己的强项。接下来10年里，这家小公司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大厂不愿意接的急单、小单、样品单。客户要10种不同的规格的样品，大厂要3个月，这家小公司3周就交货。客户想要试一种新的封装方式，技术还不成熟，大厂要10万片才开线，小公司5000片就陪你试。10年后，这家小公司挂牌上市，他没有打败那个大厂，但是他也不需要打败大厂，他在自己选择的那条战线上成了绝对的强者。
再讲一个街边小店的例子，有一个卖牛肉面的小摊儿，开在一条美食街的尾巴上，前面几十米处有2家开了20年的老店，名气大，排队的人多。这个小摊的老板如果去跟老店比谁的面条更筋道，比谁的汤头更浓郁，他肯定比不过。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他发现这条街上没有一家店卖宵夜，所有店晚上9点就关门了，而附近有一个夜店区，凌晨2点还有很多人出来找吃的。他把营业时间改成晚上10点到凌晨4点，他只卖一种面，就是最简单的清汤牛肉面，速度极快，3分钟出餐。半年后，他的小摊成了那条街上凌晨生意最火的店。他没有打败那2家老店，他根本不需要打败他们，他在一个新的战场上成了强者。就是战略，用你的强项去攻击对方不愿意防守的空地。真正的战略不是用你的弱点去攻击对方的弱点，那是赌博。真正的战略是用你的强项去攻击对方不愿意防守的空地。在开战之前，先把自己拉到必胜的位置，而不是指望奇迹。这就是那本兵书说的，胜利的军队先创造必胜的条件才去交战，失败的军队先盲目开战，再侥幸求胜。公元2世纪末，一场大战结束，一个枭雄以少胜多，一战定北方。但是很少有人问他打赢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，不是庆功，不是封赏，是烧信。他从对手的帐中搜出大量书信，全是许多官员和对手暗通款曲的证据。左右建议逐一点，明暗名单抓人。他没有看那些信，他当着众将的面一把火烧了。他说，当对手强大的时候，连我自己都自身难保，何况是那些人呢？这句话的格局比那场大战本身还大。真正的赢家从不在胜局已定之后赶尽杀绝，因为他知道今天你手里有刀，明天刀可能在别人手上，你给对手留一条活路，其实是给未来的自己留一条退路。那家小公司没有追杀行业龙头，那位枭雄没有清算通敌者，他们赢得不是一场战役，是人心。再讲一个现代商业的例子，有一家做手机的公司曾经是行业第一，后来被竞争对手超越，市场份额暴跌。很多人以为这家公司会跟对手打价格战，会去挖对手的墙角，但他们没有。他们做了一件事，开放自己的技术专利，让所有小公司都可以免费使用。很多人看不懂，说这不是在帮对手吗？但几年后，整个行业的生态都建立在这家公司的技术基础上，所有小公司都成了他的盟友。那些曾经超越他的对手，反而因为封闭而被边缘化。这家公司没有赢下一场具体的战役，但他赢了整个战争，这就是不赶尽杀绝的智慧。第2条算代价，打得过但打不起也不要打。那本兵书里有一章讲的是后勤，很多人读这一章觉得无聊，战车千辆粮草，千乘10万甲士，关我什么事？他其实在说一个更深刻的道理，打仗的成本远远不止你眼前看到的那笔账，你以为付了薪水就叫成本，错了。员工的热情、主管的信任、客户的耐心、市场的窗口期，这些都是成本。仗打太久了，成本会从你看不见的地方一点一点漏掉，等你回过神来已经没有子弹了。3个月之后，因为一个很小的失误就大发雷霆，直接终止了合作。朋友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他后来跟我说，我当初只算了我能不能赢下这个客户，没有算我赔不赔得起，我赔掉的是整个团队的心气。这就是典型的打得过但打不起。台北东区有一间老字号的江浙菜馆，老板娘姓沈，今年80多岁，还在店里亲自端盘子。她有个原则，30年没变过，一天只做1轮客人，晚餐只接6点半那一桌，8点半准时打烊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加桌。有人劝他周末加个第2轮，1个月多赚几十万，为什么不赚？沈老板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我赚了几十万，赔掉的是我师傅传下来的手艺。师傅教我做菜要用心，赶出来的菜心是飘的，他的成本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看到的是少赚的钱，他看到的是如果为了冲业绩把师傅操坏了，把质量做差了，把老客人得罪了，这间店的命就只剩3、5年了。而他想要的是这间店，他走了之后还能开50年。间菜馆开到现在65年，对面的店换了7、8家招牌，他还在那里，菜还是那个味儿。打得过但打不起，这个不起，有时候是钱，有时候是命，有时候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再讲一个创业公司的例子，有一家做餐饮外卖的初创公司拿到了几百万的投资，他们想快速扩张，在3个月内把门店从5家开到50家。他们算了一笔账，每家店投入20万，3个月后就能回本，然后开始赚钱。但他们没有算的是这么快的扩张速度，管理跟不上，品控跟不上，店长培训跟不上。
结果第4个月投诉暴增，口碑崩盘，顾客大量流失，投资人不愿意再投钱，公司半年后就倒闭了。创始人后来复盘说，我们算的是能不能打得过市场，没有算打不打得起的代价。我们付得起开店的钱，付不起品牌崩塌的代价。比那位老板娘更早，2000年有一个人用更惨烈的代价验证了这个道理。战国末期，秦国最强灭韩王赵冰封直指燕国，燕国太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找来一位刺客要去刺杀秦王。刺客临行前，太子在河边为他送行，有人击住刺客，合着节拍唱歌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满座皆泣，场面悲壮到了极点。但你仔细算一笔账，燕国真的需要走到这一步吗？秦国当时采取的策略是远交近攻，对远方的燕国其实以安抚为主，燕国只要低调不挑事，至少还能偏安10年。太子却因为咽不下这口气，选择了成本最高、风险最大、成功率最低的豪赌，刺客失败了。秦王大怒，立刻调动大军伐燕。5年后，燕国灭亡，太子只算能不能打，没算值不值得打。他付得起刺秦的钱，付不起刺秦失败的代价。而这笔账，他是在河边，在满座哭声中一点都没有算清楚。打得过只是门槛，打得起才是决策。还有日本的武士，他的主公被仇人所杀，武士发誓要为主公报仇。他花了3年时间寻找仇人的下落，终于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仇人，身边有30个护卫。而武士只有1个人，他没有贸然冲进去，他花了整整1年时间，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小茶馆。他用这1年的时间观察仇人的生活习惯，发现仇人每天傍晚都会独自去后山散步5分钟，武士选择了那5分钟，一击而终，然后从容离开。他等了1年，只为了那5分钟，因为他算得很清楚，如果他冲进去跟30个护卫硬拼，他大概率会死，而且报不了仇。他打得起1年的时间成本，打不起失败的成本。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算代价的核心不是算你拥有什么，而是算你输不起什么。第3条，先为不可胜，等对方犯错，而不是逼对方认输。那本兵书里有一句话是整部书的灵魂，真正会打仗的人是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然后等对方自己露出破绽。能不能不败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，对方什么时候犯错，那不是你能决定的。很多年前，鹿港有一对兄弟合开一间五金加工厂，哥哥管业务，弟弟管厂务。哥哥能力强，能言善道，把客户伺候得服服帖帖。弟弟木讷，只会闷着头在。再讲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故事，有2家律师事务所，一家规模很大，在市中心租了最贵的写字楼，每年花几百万做广告。另一家规模很小，开在一条巷子里，连招牌都看不太清楚。大律所到处抢案子，什么案子都接，从离婚官司到上市辅导，从刑事辩护到知识产权。小律所的律师只做一件事，医疗纠纷。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研究医疗鉴定的细节，研究医院的病历规范，研究手术操作的流程规范。10年后，当地所有的大医院都怕他，因为只要是他接的案子，他总能找到医院操作上的漏洞。他的名声传出去了，全国各地的病人家属都来找他。大律所后来想跟他竞争，但发现根本没法竞争，因为医疗纠纷的门槛太高了，不是看几本书就能学会的。这个小律所没有打败任何人，他只是让自己在一条窄窄的赛道上变得不可战胜，比这对兄弟更早。1900年前，东汉开国功臣冯异把这条兵法做到了极致。他是光武帝手下的大将，但他在军中的绰号很不像将军，叫大树将军。为什么？因为每次打完胜仗，诸将聚在一起争功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吵得面红耳赤，唯独他默默退到一旁，靠着一棵大树坐下来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不争功，不是因为没功可争。有一年，皇帝被数十万敌军围困在河北，粮尽援绝，他连夜赶到，搜集了不多的粮食，救活了全军的命。那场仗打完，论功行赏，他应该排第1，但他没有出列。他坐在大树下，看着同僚们争得不可开交，脸上没有不平，也没有轻蔑。皇帝后来知道了，亲自走到那棵大树下对他说，将军的德行，就算是古代的良将也比不上啊。他不是不会争，是不争。他知道主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今天你争到的功劳，明天会变成别人嫉妒你的理由。今天你让出去的功劳，明天会变成主公信任你的凭据。他活到了天下一统，被封为侯爵，名列开国功臣榜。而那些当年争功最凶的人，大多在权力斗争中早早折损。先为不可胜，不是把自己练成铁板，一块是把自己练成水，水不争，所以没有东西能伤到他。你泼他一刀，刀过水河，毫无痕迹。
还有一个现代职场的例子，有一家互联网公司，2个部门总监竞争副总裁的位置，一个总监是明星人物，能说会道，经常在公司大会上抢风头，另一个总监很低调，很少发言，但他的部门连续3年业绩稳居第一。明星总监到处拉帮结派，请客吃饭，搞小动作，低调的总监什么也没做，只是把自己的部门管好，把每一个项目做好。2年后，那个明星总监因为一个项目的严重失误被调离，低调的总监被提拔为副总裁。董事会给出的理由是，他从来不出错，我们放心，这就是先为不可胜，你不犯错就是最大的竞争力。第4条，胜利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那本兵书里最著名的一句话，多数人都背错了，大家以为他说百战百胜是最好的，错了，原文是百战百胜不是最好的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。打100次赢100次不是最厉害的，最厉害的是根本不用打，对方就服了。上世纪90年代，云林麦寮的一项大工程是台湾史上最大的填海造地工程，一位企业家要在那片海埔新生地上盖出全世界最大的单一石化园区。当时全台湾的环保团体都在抗议，人情，立法院质询，风风雨雨搞了7、8年，换成别的企业家可能早就告人，可能早就派黑道去沟通了。这位企业家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他没有去跟环保团体辩论会不会污染，他直接把全台湾各大学的环评教授、环保署的官员、地方意见领袖一车一车请到海边，他让每个人站着吹2个小时，海风看着那一片灰茫茫的浊水溪出海口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这里除了风什么都没有，我的子弟要在这种地方工作，你们放心，我比你们更不放心。他把最先进的防治污染设备列成清单，一项一项摊在桌上，承诺全部采用当时欧洲最高标准。最后他说，各位，如果还是不信工程营运之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，欢迎你们随时进来检测我。他说道，做到抗议的声音慢慢安静下来。胜利从来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让事情往前走，用道理压倒对方，对方只是闭嘴，用诚意打动对方，对方才会变成你的队友。再讲一个小区物业的故事，有一个老旧小区，物业费一直收不上来，很多业主不交费，理由各种各样，我家漏水没人修，楼下垃圾没人清，保安年纪太大，物业公司换了好几波，每一波都是刚开始催收，催不动就起诉，起诉了几家之后，其他业主更不交了。最后一家物业公司来了之后，没有催收，没有起诉，他们做了一件事，先免费修好了所有漏水的外墙，然后换了新的垃圾桶，每天清理2次，又把保安换成了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做了这些之后，他们才发了一个通知，我们已经做了这些事，请各位业主看看值不值得交物业费。结果1个月之内 90% 的业主主动交了费，这就是攻心为上。你没有逼任何人，你只是先把事情做好了，人心自然就顺了。比那位企业家更早，2400年前，晋国有一位大夫，也用同样的方法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晋景公时，国内盗贼横行，官府抓了一批又一批，今天斩首，明天又有新的盗贼冒出来，景公头痛不已。有人推荐一位大夫，这位大夫上任后，第一道命令是废除缉捕令。群臣大惊，不抓盗贼，盗贼不就无法无天了吗？他说，你们抓了这么多年，抓完了吗？他换了一套做法，他把法令简化，减轻刑罚，对主动归顺的盗贼既往不咎，甚至给愿意改行的盗贼发放安家费。几个月后，晋国的盗贼消失了，不是被抓光的，是自己不想当了。当社会给他们一条体面活下去的路，谁愿意在刀口上舔血？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，用拳头让人低头，他只会等你有破绽时反咬一口，用道理和诚意让人服气，他会变成你的城墙。还有一个著名的商业案例，有一家做运动鞋的公司，曾经被竞争对手打得节节败退，竞争对手请了最火的明星代言，在电视上狂轰滥炸。这家公司没有跟风，他们做了一件事，他们去社区里找那些最普通的跑步爱好者，免费送鞋让他们试穿，然后请他们写出真实的感受。他们把那些普通人的故事拍成广告，没有明星，没有特效，就是一个人在跑步，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这个广告播出后，很多人被打动了，他们说这个品牌是真的在关心跑步的人，不是在卖鞋子。这家公司没有去打广告战，他们打了人心战。几十年后，这家公司成了行业第一，而那个请明星代言的公司早已被收购。第5条，接受失败，真正的强者是输得起的。那本兵书里有一句话，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叫你去拼命，其实不是，他是在说接受你此刻的局限才能找到真正的生路。
1999年，台湾921大地震，南投中寮几乎全毁，一位姓廖的农民果园塌了，房子也塌了，最爱的妻子压在瓦砾堆里没能出来。那年他58岁，一辈子没离开过中寮，只会种香蕉。地震后，很多善心团体来帮忙发钱发物资，也有人劝他去都市投靠亲戚，说你这个年纪重来太难了。他没有走，他把果园的残枝清掉，借钱买了新苗。同行笑他，香蕉种3年才收成，你61岁还能爬梯子吗？他没说话。3年后，他的香蕉园是全中寮复耕最快、质量最稳的一片。有人问他，你怎么还有力气从头来？他蹲在园子里摸着新长出来的蕉叶，说了一句，哭也回不来了，日子还要过，我不种谁种？那本兵书从来不教你一定会赢，他教你输得起的人才有资格赢，因为你不怕输，就不会被恐惧逼住做蠢事，你不急着翻本，就不会掉进更大的坑。你接受这一局牌面不好，就不会把下一局的筹码也压进来。再讲一个餐饮老板的故事，有一个开火锅店的老板，生意做得很大，开了20多家分店。后来因为一次食品安全事故，所有门店被勒令停业整顿，他赔光了所有的积蓄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很多朋友劝他申请破产，换个城市重新开始，他没有走。他把自己的房子卖了，把钱还给供应商，然后他在一个菜市场旁边开了一个只有4张桌子的小摊儿，卖麻辣烫。以前开火锅店的时候，他从来不自己动手，现在他每天凌晨4点去进货，洗菜、切菜、熬汤，样样自己来。他说，我以前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其实我只是运气好，现在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碎了。从零开始，3年后，他的麻辣烫小摊排起了长队，他又开了第2家、第3家。这一次他开得很慢，每一步都走得很稳。他输得起，所以他不怕慢。比这位农民更早2000年，有一个人输得比他更惨。司马迁汉武帝时的太史令，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，被处以宫刑，那是比死刑更羞辱的惩罚。一个男人失去了男人最根本的尊严，他可以死，可杀不可辱。汉代的士人最看重气节，他有无数理由选择死亡，为了名声，为了气节，为了不再受辱。但他没有死，他选择活下来，活在一具残缺的身体里，活在旁人的冷眼与嘲笑里。他活下来做什么？写一部书。他写的这部书从黄帝写到他生活的时代，横跨3000年。他写完的时候已经是个须发皆白的老人，他把书稿托付给女儿，然后从史书中消失了。这部书叫《史记》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，人固有一死，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。他选择了那条更难的路，不是不怕死，是有一件事比死更重要。他还没做完，真正的强者不是没输过，是输了还能站起来拍拍土，把该做的事做完。那位农民种活了香蕉园，那位史官写完了史书，他们输掉了一局，但没有输掉整场牌局。还有一个现代企业家的故事，有一个做手机的人，曾经是行业的开创者，他创办的公司因为一系列决策失误濒临破产，董事会把他赶出了自己创办的公司。那一年他40岁，身无分文，名声扫地，所有人都觉得他完了。他没有解释，没有抱怨，他重新创办了一家公司，做动画电影。第1部电影票房惨淡，第2部也一般，第3部终于成功了，但那不是他的终点。后来他又回到了手机行业，做出了改变世界的产品。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天才，其实他只是输得起。他说过一句话，被赶出自己公司的那几年，是我人生最好的几年，因为我不再害怕失去任何东西了。当你什么都不怕失去的时候，你就自由了。那本兵书13篇6000多字，说穿了其实只有3句话。第一，看清楚自己几斤几两牌，不好就收手，不丢人。第2，牌还可以，就先别急着下注，算清楚代价，找对战场，用强项打人家的弱项。第3，如果真的一时打不赢，那就先活下去，活着的人才有资格等到对手犯错的那一天。那本兵书没有一招制敌的秘籍，没有逆转乾坤的神迹，它只有一句老老实实的话，真正的强者不是没输过，是输了还能站起来拍拍土，把牌接着打下去。让我再给你讲一个围棋棋手的故事。有一个年轻的棋手，天赋极高，18岁就打入了全国大赛的决赛，对手是一位50多岁的老棋手，已经拿过7次冠军，手下的非常凶狠，招招进攻响，一举拿下老棋手，不紧不慢，每一步都下得很厚实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年轻棋手进攻了100多手，始终找不到破绽，他急了，下了一步过分棋。老棋手抓住机会，轻轻一断，年轻棋手的一条大龙瞬间死亡。赛后，年轻棋手问老棋手，你为什么从头到尾都不着急？老棋手说，我不需要赢你，我只需要不输。
你不犯错，我就没有机会；你犯了错，我的机会就来了。年轻骑手又问，那如果你一直等不到我犯错呢？老骑手笑了笑说，那我就一直等，我等得起，你等不起，因为你急着要赢，我只要不输。这就是不败的智慧。看，有一个做投资的人的例子，他做了30年投资，年化收益率不算高，只有 15% 左右，但他的同行们大多已经破产或者退休了，只有他还在管理着几十亿的资金。有人问他秘诀，他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1年赚1倍，我只想不亏钱。任何一笔投资，我先问自己，如果这笔钱全部亏掉，我能不能承受？如果不能，我就不投；如果能，我再问这笔生意的最大风险在哪里，我有没有办法规避？如果规避不了，我也不投。所以30年来，他错过了很多大涨的股票，但也躲过了每一次崩盘。他的客户从来没有亏过钱，所以他的客户从来没有离开过他。这就是不输的智慧。你不需要赚得最快，你只需要活得最长。那本兵书里还讲过一个道理，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，意思是说，真正会打仗的人从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战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敌人还没有形成威胁的时候就把问题解决了。就像一个消防员，最厉害的消防员不是扑灭大火的人，而是那个连小火苗都不让它烧起来的人。你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，因为火灾根本没有发生。做人也一样，最高明的处事方式不是每次出事都能摆平，而是根本不让事情发生。你不会看到这种人每天忙得焦头烂额，不会看到他们跟人吵架，不会看到他们拍桌子骂娘。他们看起来悠闲得很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但正是这种人才能走得最远。有一个做企业的人，他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跟他抱怨说，最近员工流失率很高，要搞团建，要加工资，要搞培训。他问总监，流失率高是因为什么？总监说，因为基层管理者不会带人，动不动就骂员工。他说，那你为什么不换掉那几个基层管理者？总监说，换掉他们。谁来带团队？他说，我来带他，把自己降了3级的工资，亲自去带那个最差的团队。3个月后，那个团队成了全公司业绩最好的团队。他也没有搞什么团建，也没有加工资，他就是每天跟员工坐在一起吃饭，听他们说什么，帮他们解决真正的问题。后来有人问他，你一个老板去做基层主管的事，不觉得掉价吗？他说，如果不解决这个最底层的问题，上面再怎么折腾都没用。先为不可胜，就是先把最基础的事情做到位，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再讲一个老师的故事，有一位小学老师教了40年书，他带的班从来不用管纪律，别的老师上课要用大半节课管纪律，他只需要说一句，同学们，我们开始吧，全班就安静了。很多年轻老师来问他，你有什么秘诀？他说，我没有秘诀，我只是在开学的第1个月不做别的，就是跟每一个孩子的家长聊天，了解这个孩子在家里是什么样的，喜欢什么，怕什么。然后我跟每一个孩子说，你不用怕我，我不会骂你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你犯错了没关系，你要告诉我实话，我不惩罚说实话的人。就这样，他用1个月的时间跟每一个孩子建立了信任。之后的3年，他从来没有大声说过一句话，从来没有罚过任何一个学生，但他带的班成绩永远是全年级第1，这就是攻心为上，他没有用纪律去管孩子，他用了信任。还有一个做销售的例子，有一个卖保险的销售员，连续10年都是公司的销冠。很多人觉得他一定很能说，口才很好，但实际上他说话有点结巴，长得也不起眼。他的方法很简单，他从来不主动推销，他每天做的事就是看报纸，把本地的新闻剪下来，尤其是谁家出了事，谁家生了孩子，谁家老人住院了，他都记下来。然后他会去那家人门口放一个小礼物和一张卡片，卡片上写着，我知道您现在很困难，我不推销保险，我只是想告诉您，如果您需要帮忙搬东西、送饭、带孩子，随时打我电话。他这样做了1年没有卖出一份保险，第2年那些他帮助过的人开始主动找他买保险，而且他们还会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给他。10年后，他成了那个城市最著名的保险代理人。他没有卖产品，他卖了人心。那本兵书最后还讲了一个道理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很多人以为这句话的重点是知彼，要知道对方的情况，其实重点是知己。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强项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弱点是什么？你不知道自己，知道对方再多也没用。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永远不是对手，是自己，是你自己的贪婪、恐惧、急躁、虚荣。如果你能控制住这些东西，你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那本兵书的智慧其实不只是用在打仗和做生意上，用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同样管用。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活得从容的人，从来不是最聪明的，也不是最能干的，而是最稳的。他们不冒进，不贪心，不跟风，他们做事之前先算账，算不清楚就不做。他们赢了不骄傲，输了不崩溃。你很少看到他们慌慌张张，也很少看到他们得意忘形，这种人就是掌握了不输的智慧。再讲一个职场中的例子，有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手下带2个团队。 A 团队的负责人是那种天才型的人，点子多，速度快，经常加班到半夜，做的方案也经常拿奖。 B 团队的负责人是那种看起来很普通的人，做事慢吞吞的，每次开会都不怎么说话，做的方案中规中矩，从来没有拿过奖。但奇怪的是，每次升职加薪都是 B 团队的人。先轮到 A 团队的人很不服气，去找总监理论。总监说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 A 团队的人每年都要换一半，累跑了。 B 团队的人3年走了不到2个。 A 团队的人确实很牛，但他们受不了挫折，一个项目没做好就闹情绪，一闹情绪就请假，一请假就耽误事儿。 B 团队的人从来不闹情绪，项目做砸了，他们默默收拾，从头再来。我宁可用一个稳定的团队，也不要用一个天才但脆弱的团队，这就是先为不可胜。你不是要比别人强，你是要比别人稳。再讲一个从政的例子，古代有一个官员很年轻就当上了御史，他性格刚直，看到不平的事就上书弹劾，弹劾了很多大官。皇帝很欣赏他的勇气，但也有些担心。有一天，皇帝把他叫来说，你弹劾的那些人，有的已经被罢官了，有的是我的亲信，你觉得你赢了吗？官员说，臣为国除害，不求输赢。皇帝说，你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会得罪所有人，到那个时候谁来保你？官员想了想说，臣不怕。皇帝叹了口气，把他调到了一个闲职上。10年后，这个官员又回到了权力中心，而且比以前更受重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10年的时间学会了一件事，不是什么事都要冲在最前面，不是每一次胜利都值得去争。他学会了等，学会了忍，学会了在时机不到的时候闭嘴。那些当年被他弹劾的人，有的已经死了，有的已经失势了，有的反而成了他的朋友，因为他在他们落难的时候没有落井下石。这就是不输的智慧，你不一定要赢在当下，你可以赢在最后。那本兵书里还有一句话叫归师勿遏，为师必却，穷寇勿迫，意思是说，撤退的军队不要拦截，被围困的军队要留缺口，走投无路的敌人不要逼得太紧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把敌人逼到绝路上，他会拼死一搏，你反而会损失惨重。你给他留一条生路，他就会选择逃跑，而不是跟你拼命。这个道理在人际关系里同样适用。你跟同事竞争一个职位，你赢了，但如果你赢了之后，还要在老板面前说他坏话，还要在背后嘲笑他，那你就是把人逼到了绝路上，他会记恨你一辈子，总有一天会找机会报复你。如果你赢了之后，主动找他吃饭，说一些客气话，说这次我运气好，下次一定是你，他就算心里不舒服，也不会把你当成死敌。你给他留了面子，就是给自己的未来留了退路。讲一个真实的商业案例，有一家做软件的公司跟竞争对手打了好几年的官司，互告侵权，赔偿了几千万。2家公司的创始人本来是大学同学，因为这件事反目成仇。后来有一家更大的公司想收购他们俩，出价很高，收购的条件是2家公司必须合并，共享所有的技术和专利。2个创始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，谈判了3天3夜，谁也不肯让步。第4天，其中一个人突然说，算了，我不要了。另一个人愣住了，问他什么意思。他说，我们2个为这点破事打了5年，死了多少脑细胞，花了多少冤枉钱，值得吗？今天如果不是那家大公司要收购我们，再过5年我们可能一起倒闭，我们本来就是同学，何必呢？另一个人沉默了很久，站起来伸出手说，对不起。2个人握了手，合并了。那家大公司收购之后，给了他们每人2个亿。如果当初他们继续打下去，可能2个人都拿不到1分钱。这就是穷寇勿迫。当对手已经被逼到墙角的时候，你伸出一只手，他可能会感激你一辈子。再讲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，有一个小区的2户邻居，因为停车位的事闹了3年。一户说车位是公共的，先到先得；另一户说自己家有老人，需要停在离单元门最近的地方。2户人家见面不说话，经常在半夜互相按喇叭。后来社区居委会的人来调解，说你们这样下去，谁也别想睡好觉。我出一个方案，把那个车位划成专用，但不是给任何一户，而是给整个小区谁家有80岁以上老人的临时用。
没有老人的时候，还是先到先得。两户人想了想，同意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再也没吵过架。为什么？因为居委会没有站在任何一边，而是给双方都留了面子。没有人是输家，所以没有人觉得丢脸，这就是攻心为上。那本兵书的第5条战略思维，接受失败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，就是你要学会止损。很多人输不起，不是因为输了一次就没钱了，而是因为他们不甘心。输了之后，他们想翻本，想一次赢回来，结果越输越多，最后彻底完蛋。你去看那些赌博输光的人，没有一个是第一把就输光的，他们都是一开始输了一点，然后想翻本，再输再翻本，最后把房子都押上去了。如果你在第一把输的时候就走，你只是输了一顿饭钱，但你非要翻本，你就输了整个人生。做人做事也一样，你投了一个项目亏了10万，你觉得不甘心，再投20万进去想捞回来，结果又亏了，你又投了50万，最后你负债累累。其实你只需要在第一次亏10万的时候说一句我认了，就保住了剩下的钱。能认输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。讲一个做股票投资的人的例子，他有自己的一套规则，任何一只股票如果跌了 10%， 他就无条件卖出，不管后面会不会涨回去，因为他知道跌了 10%， 说明他当初的判断可能是错的，他宁愿认错也不愿死扛。有一次他买了一只股票，跌了 10%， 他卖掉了，结果那只股票过了2个月翻了1倍。他的朋友笑他，说你真是个傻子，卖在了最低点。他笑了笑说，我的规则不是让我赚最多的钱，是让我不会亏大钱。我卖掉了，可能少赚了1倍，但我保住了本金。如果我死扛，总有一天会碰上一只跌了 90% 的股票，那我的本金就没了。3年后，他的那个朋友因为死扛一只暴跌的股票，亏了 80%， 而他的账户每年稳定增长 15%。 这就是输得起的智慧。你不需要每一次都对，你只需要在错的时候少输一点。还有一个做实体生意的例子，有一个开餐厅的老板，生意一直很好，后来旁边开了一家同类型的餐厅，价格便宜，口味也不错，开始抢他的客人。他的生意掉了30%，很多朋友劝他也降价，搞促销，打价格战，他想了很久没有跟风。他算了一笔账，如果降价，他的利润会从 20% 降到 5%。 为了保住利润，他就得压缩成本，压缩成本就意味着食材质量下降，食材质量一降，老客人就会流失，老客人一流失，他就真的完了。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关掉那家被冲击最严重的店，把资金和精力集中到另外2家地理位置更好的店上。他承认自己在那个商圈的竞争中输了，但他没有输掉整个品牌。3年后，那家打价格战的餐厅因为利润太薄而倒闭了，而他的2家店还在，生意反而比以前更好了。他说，我认输的那一刻其实是我赢的开始，因为我不在不该纠缠的地方浪费精力，我把所有资源都放在了更重要的地方。那本兵书里还隐含着一条非常深刻的智慧，就是你要懂得见好就收。很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一开始做错了，而是因为做对了之后不知道怎么收场。你赚了一笔钱，觉得还能赚更多，就把所有的钱都压进去。你赢了一局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就去挑战更强的对手。你升了职，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，就去跟老板提更高的要求。结果呢，往往是从高处跌落，摔得比谁都惨。那些真正聪明的人，在赢了之后会做3件事：第一，把一部分收益变现，落袋为安；第二，总结经验，但不高估自己的能力；第三，保持低调，不让别人眼红。这3件事，每一件都在帮你保住胜利的果实。讲一个明朝的例子，有一个开国功臣叫汤和，他跟朱元璋一起打天下，功劳很大。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，开始杀功臣，杀了一批又一批，很多功臣都死了。但汤和活到了70多岁善终，为什么？因为汤和很早就交出了兵权，说自己老了打不动了，要回家养老。他回到老家之后，天天喝酒，跟老头老太太打麻将，从来不谈论朝政。有人告他贪污，他主动认错，把贪污的钱退回去，然后继续喝酒。他不是真的贪污，他是故意犯一些小错，让皇帝觉得自己没什么威胁。他知道如果自己表现得完美无缺，皇帝反而会害怕。他见好就收，不争不抢，所以活到了最后。而那些以为自己功劳最大，应该享受最大奖赏的人都被杀了。这就是不输的智慧。赢了之后，你要懂得退一步，不是输，是为了活得更久。还有一个现代的例子，有一个创业者把公司做到了行业第3，很多人劝他再冲一冲，做到行业第1。他想了很久，决定不冲。
他把公司40%的股份卖给了行业第一，自己拿着钱去做了一个小的基金，投资一些初创公司。他的合伙人很不理解，说你为什么要卖掉？我们再加把劲就可以超过他们了。他说超过他们之后呢，他们要跟我们打价格战，我们要烧很多钱，我们不一定赢。就算赢了，我们也要花很多精力去维持第一的位置。与其那样，不如我拿一笔钱安安稳稳过日子。10年后，那个行业第一的公司因为扩张过度而倒闭了，而他投资的那些初创公司里有2家已经上市了，他的身家反而比当年卖公司的时候翻了几倍。他从来没有当过第一，但他从来没有输过。那本兵书归根到底讲的就是一个稳字，不追求暴力，不追求奇迹，不追求一招制敌，他追求的是可持续的、稳定的、不翻船的状态。你可能会觉得这种状态不够刺激，不够精彩，没有那种快意恩仇的感觉。但你想一想，那些曾经快意恩仇的人最后都去哪里了？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家，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，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了。而留下来的人往往是那些不声不响、不急不躁、稳稳当当的人，他们像水一样流得慢，但流得远。再讲一个做教育的例子，有一位校长接手了一所快要关门的农村小学，学校只有100多个学生，老师也快走光了。很多人劝他放弃，说这种学校救不活。他没有放弃，但他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。他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每天早上站在校门口，跟每一个学生说早上好，风雨无阻，一天不落。第1年学生还是那些学生，成绩也没有提高。第2年有家长觉得这个校长是真心对孩子好，就开始帮忙宣传，多招了10几个学生。第3年学校的学生增加到了200人。第5年这所学校成了镇上最好的小学。记者来采访他，问他的秘诀是什么？他说没有秘诀，我就是让孩子们觉得这所学校有人在乎他们。当一个孩子觉得被在乎的时候，他就会努力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他没有去请名师，没有去买昂贵的设备，他只是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做了一件最不起眼的事，然后坚持做下去。这就是先为不可胜。你不需要做什么大事，你只需要把小事做到别人做不到的程度。还有一个做社区工作的大姐的故事，她所在的社区老年人特别多，很多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。她做了一件事，每天晚上7点，挨个给社区里的独居老人打电话，问他们今天吃了什么，身体有没有不舒服，每个人通话不超过3分钟。就这一件事，她做了15年，风雨无阻，连大年30都不落下。有一次她生病住院，还让老公替她打。后来有一个老人突发疾病，就是在她的电话里发现的，她及时叫了救护车，救了老人的命。这件事传开了，整个社区的人都认识她，都信任她。社区里有什么矛盾，只要她出面调解，基本都能解决，因为她从来不偏袒任何一方，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她是真心为大家好。她没有当官，没有发财，但她在社区里活得很有尊严，很有价值。她的不输不是跟别人比，而是跟自己的良心比。她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的样子，这就够了。那本兵书里还有一句话叫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，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。意思是说，善于防守的人把自己隐藏得像在地下一样深，你看不到他的弱点。善于进攻的人行动起来像从天而降，你防不住他。这句话告诉我们时机的重要性，你什么时候该藏，什么时候该动。这个火候决定了你的成败。如果你在应该藏的时候动了，你就是暴露；如果你在应该动的时候藏了，你就是错过。所以不输的智慧还包括对时机的判断，你要学会在不对的时候忍住，在对的时候出手。讲一个体育比赛的例子，有一场拳击赛，双方实力非常接近，年轻拳手打得非常凶猛，出拳密度很高，但很多拳都打空了。老拳手打得很慢，但每一拳都很准。前6个回合，年轻拳手在点数上领先，但到了第7个回合，年轻拳手累了，出拳速度明显下降。老拳手突然发力，连续组合拳把年轻拳手击倒了。赛后老拳手说，我等了6个回合，就是在等他体力下降的那一刻。我知道他打不了12个回合的高强度出拳，所以我前6个回合不跟他拼，我只防守让他消耗。到了他累了的时候，我再用我储存的体力去攻击他。这就是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老拳手没有在年轻拳手最强的时候去硬拼，他等到了对手最弱的时候。这个道理用在商业竞争上，用在职场晋升上，用在你人生的任何决策上都是一样的。你不要在别人最兴奋的时候去挑战他，
你要在他最疲惫的时候去争取。有一个做销售的例子，他盯了一个大客户，2年每个季度都去拜访，每次只聊5分钟，从来不谈业务，只送一个小礼物，说一句祝你工作顺利，大客户从来没有给他任何回应。2年后的一个星期五下午，大客户突然打电话给他，说下周一之前要一个方案，而且时间很紧，别的供应商做不了。他说我能做，周六周日我加班，周一一早给您。他做了2天2夜，周一把方案交上去，大客户很满意，签了合同。后来他问大客户为什么选我，大客户说因为2年来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催过我，没有烦过我的人，我知道你不会逼我，所以我把最难的单子交给你。他等了2年，等到了一个机会，这就是对时机的把握。他不需要每天去催，他只需要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出现，而且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。最后我想用那本兵书的结尾精神来结束今天的分享。那本兵书最后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，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败。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，你要把大部分的精力用来了解自己，而不是了解别人，因为了解别人很难，了解自己相对容易。你只要把自己弄清楚了，你就已经赢了一半。你不需要知道对手的每一个弱点，你只需要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弱点，然后想办法补上你，不出错，对手就拿你没办法。对手拿你没办法，他就会着急，他一着急就会犯错，他犯错了，你的机会就来了。这就是不输的智慧，他不是教你怎么去赢别人，他是教你怎么让自己不输。不输了，赢就是迟早的事。你的人生也是一样，不要去跟别人比，不要去羡慕别人的成功，不要去嫉妒别人的运气，你只需要把自己管好，把自己的基本功练好，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。你不需要成为最强的那个人，你只需要成为不翻船的那个人。生活不是一场短跑，是一场马拉松。跑得最快的人往往不是第一个到终点的，那些慢慢跑，不摔倒，不抽筋，不跑错路的人才是最后的赢家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用，请在评论区写下一句我也是，让我们知道你也是一个输过但站起来的人，你不是一个人。点一下订阅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